有好消息跟你说。怎么了？男朋友不理你啊？没有，他最近公司比较忙。再忙也不能连回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个人给你回信息的速度啊，直接反映你在他心里面的程度。你可别等到时候真被人挖了墙角再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谢谢你，不会的。那我先到楼饭店。哎呀，我这2天是忙得焦头烂额呀，每天要应付各色人等，一说到吃饭我这头就疼。能跟你这么单纯的吃一顿饭，我这心情立马就好多了。酒不错。啊，是吗？我一个朋友刚收购的酒庄，年份不长，但是我觉得口感很好，我觉得不错，就买了点囤着。我的一个朋友，就像妹妹一样，前段时间呢感情上出了点问题，不过好像是苦尽甘来了，应该会有好结果，真替她高兴。怎么了？越了解你吧，就越觉得你好。说实话，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就是那种上海常见的女孩，漂亮、精明。懂得分寸，又有所保留。可现在慢慢的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别再恭维我了，万一当真了可不好啊。不是恭维，你这个人吧，看着圆滑，但骨子里呢又有一份侠义在，对朋友真诚热心，又不失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在这年头啊，不多了。来，敬你。你说你朋友那事儿什么情况啊？哦，工厂那个是吗？啊，其实是我男朋友，他之前呢是做建材空调这块的，有不少的工厂资源，其实一直都做得挺好的，只是被朋友给骗了，资金链断掉了，所以公司呢也暂时停了。我在想，你既然找工厂，他可能会帮得上忙啊。哎呀，这心情复杂呀，既想赶紧把问题解决，但又看到你这么替你男朋友说话，心里真不是滋味。别开玩笑了，我向你担保，他别的没有，但是做事呢认真负责，而且肯出力。你正好在找工厂，不如给他一个机会，也许可以让你迎刃而解，他呢又可以有新的发展。真嫉妒你男朋友，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不过说实话啊，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没这么容易。你也知道，现在国内雾霾严重，大家对个人健康越来越重视了。空气宝虽然刚刚起步，但净化空气效果明显，订单增长得很快。最近我考察了很多的厂商，不是质量不过关，就是规模不够大。他要是真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帮了大忙了。但愿他能帮到你。我一会儿把我男朋友的名片推送到你的微信里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他。好，我跟他先微信联系，这关系到空气宝的信誉。如果他真的像你所说那样踏实又能干，又能帮我解决这次问题的话，我跟我合伙人商量一下，给他几个点，让他来专门负责生产这块，前途一定不错。谢谢。
别客气。哎，你喝酒了，需不需要找代驾呀？哦，我叫了一代驾了。哦，好滑。没事吧？没事没事。这不是我送你的鞋吗？和你这身衣服真配。哎，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啊，不用了，地铁很近，就在前面。我先走了，拜拜。哎，等一下，有东西送给你。刚才路过花店，买了束花给你。谢谢你陪我吃饭啊！本来我今天心情特别糟糕，但现在我开心多了。周末快乐，送给你。就一束花，别想太多啊，没有别的意思，拿着吧。人家送你花，拿着呀，拿着啊！哎，干嘛你？我干嘛？你不是要送花吗？我帮你送，拿着。关你什么事儿？就关我的事儿。别打了，他是我男朋友。百川，你没事？好。我再帮你叫个代驾吧。不用了，我可以打车走。对不起啊，合作的事如果你不同意，我没有意见。这次见面的印象确实不太好。对不起。王百川，你为什么呀？啊，你告诉我为什么呀？你不是有能耐打人吗？你为什么都不敢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打人？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凑代驾呢？啊？你刚才你打人，你知道你很丢人，你知道吗？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破产了，我出怕了，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怕贸然投资我会亏钱，我怕看到你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怕你瞧不起我，你看我成天无所事事，我怕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一直有一个男的给你打电话，对不对？对，他们比我厉害，比我有钱，比我有本事，都比我符合你的条件，对不对？你看你的包、衣服、花儿，还有你的鞋，你以为我瞎了吗？我看得见。
到宾馆了，伤口都处理好了，不用担心。我的约定依旧有效，但只是看在你的份上。有没有考虑过放弃他？相信我，你值得更好的。安迪在吗？我想见你。谢谢你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啊，无比弱智，无比莫名其妙，无比的失望。因为王百川吗？没关系啊，你有什么不高兴，你跟我说。没有不高兴，只是，哎呀，突然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情绪。他在做代驾，你知道吗？我原以为他在努力的想办法，在努力的挽回公司，在努力的尝试新的业务，结果他在做代驾。如果不是我跟朋友一起吃饭碰到了，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代驾。可能是他还没有想好他下一步该怎么做吧。我理解，我真的理解。从他公司关闭，我就一直小心翼翼的，我生怕触碰他的自尊心，我怕他更难受。我知道他也一样。小秋怡每次都问我为什么不去找王帅哥呀，我只能跟他笑。我能说什么？我能说我不敢面对王百川吗？你知道我们两个现在在意到连两个人彼此在同一个空间都会觉得难以忍受。我知道王百川做代驾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我既然选择跟他在一起，我就应该跟他共同进退。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不怕苦，我也不怕累，但是我就是怕眼前看不到希望。我真的看不到希望。哎呀，对不起啊，我跟你说这些真的，哎呀，这些真的是，我都没想到自己要跟你说这么多话。对不起啊，耽误你时间了。别这么说，我们是好朋友。你需要聆听的时候，我的耳朵一直都在啊，而且随便多久。不用，细节太多了，我都没有底气说，说不出口。你只要知道，
我对他很失望，我对自己也很失望就行了。啊，生活不就这样吗？我早就知道了。也好也好，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抱任何幻想，我就应该接受现实。我樊胜美的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我就想说，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愿意尽力。你最懂我。多给我介绍几个客户，谢谢。好，我帮你留意。都说出来了，是不是心情就好受一点了？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可以想想我们明天一起去接小蚯蚓出院，叫上刚刚他们一起。哎，这样吧，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开个 party， 大家放松一下，开心一下。Good idea。怎么办呀？小美，对不起，都是我不对，我错了，我只是太爱你，害怕会失去你。今天请一定来我家一趟，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放心吧，就算以后你们都搬出去，我会黏住你们，做你们的小年蛋瓜子，小年蛋瓜子，小年蛋瓜子。周末干嘛去啊？是不是跟谢彤约会啊？约了谢彤，一会儿见面。可是我爸妈非要他的资料，让我给他发过去。我刚才发过去了，现在也没回信儿了。你说怎么办呀？我紧张死了。不必紧张，你看我跟应勤磕磕绊绊，不是也到现在吗？要我说啊，谈恋爱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您跟在一起是快乐多呢，还是痛苦多？如果你觉得快乐的话就好啊，如果你觉得痛苦就算了。如果你感觉快乐大于痛苦的话，那你就坚持；如果你觉得痛苦大于快乐的话，那你就放弃了。看我跟应勤，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开心。管他什么道理不道理呢，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喽。喝汤，干。樊胜美心中有事儿，对王百川的怨气，对自己的失望，和对这段感情的怀疑混杂在一起，搅得她心绪难安。直到听到邱莹莹这一番话，才如醍醐灌顶，猛然惊醒。她惊愕于邱莹莹的成长，更震撼于她的简单。她行走江湖30年，自以为早已洞悉了生活的底色，可直到此刻才发现，面对生活，自己并不比邱莹莹更通透。大豆助排便的，你正好便秘3天，你可以吃。恶不恶心你？本来就是。少说话。这样好，你们做的预算难道没有问题吗？这瞎扯什么呀？更扯心。你们这样说的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有点？解释的没用。事情就是。这现在说的就是这样，预算就有问题，就是。哎，田女士，你说什么？我爸怎么了？不是他怎么能由着他来呢？赶紧送医院去！不是他不去，绑着也得送过去。不是，行了，您也别着急了，您先照顾着，我再派人过去。小包总，包总没出什么事儿吧？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在家里突然晕倒了，我先打个电话。啊？昨天好啊。